cuts through grasslands, breath, cliff edges pierce the sky ahead. You grip the wheel, I trace the path. Rope coils loose, a silent thread. Beyond the cliff, our weights combine. Tie the knot alone, our truth defined. We're tangled ropes, we're breaking free. A common ground, a separate sea. Enough, enough. 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，24小时看病买药，平均30分钟送达。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每周4、周5 12点更新，会员抢先48小时看正片 ，SVIP 额外抢先看下集。周3中午12点尊享爱人悄悄话，周6中午12点尊享会员加更版。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，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，大屏4K 更清晰。华为用户升级到鸿蒙5.1，参与鸿蒙有礼免费领取芒果 TV 会员，抢先看《再见爱人》第5季。哇，旅程最后了。哇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哦，好美。我来自己18天，我学了一些事情，我有一点点的改变。今天跟他有机会坐下来，面对面的真心去交谈，所以我很记得这个，希望给一个他觉得好的答案。我一直都是目标，就想要打开它，想要看到它有一些变化，想它可以说服我的那个理性的我，给我们一个机会。但我反而也会觉得有点害怕，我不知道他的表现会怎么样，是不是真的从这个旅程中改变？打扮好，以最好的姿态面对对方。我期待老梁可以放下情绪，放下偏见，打开他的心，在36问中能表现出让我觉得有希望的一些思想上的觉悟，不要让我面临那么痛苦的选择。我有预感啊，因为一路走过来，而且又是我们面对面去，我会很担心发生争执和不愉快。但是我尽量放下执念吧。很正式，真的很正式。这是一个很正式、很郑重的一个仪式。结束之前，请面对这场最终的问答。我觉得很像一个斗兽场啊，
很冰啊，很冷啊。哇，他怎么看起来很害怕的样子？好沉重啊！又要来了，练起来了，要练了。来了，这么快来了？早。哇，他的手早就准备好了。小心哦。哇好严肃啊！好严肃。哇，你不冷嗎？點解你着件褸咧？很冷啊。但係呢件衫唔係好 match 呢件，你嘅褸唔係好 match 呢件。哦，可以拿走嗎？OK， 来吧。哦，李世化车重建，你好。你好。恭喜你们即将完成这段旅途。结束之前，请面对这場最終的問答。哇，有埋翻譯嘅。哇 ，That's serious。最後了。2塊運動手錶的心率曲線無法在愛情的長跑裡重合，防風衣保暖卻不柔軟，愛情的潮濕不能速乾，一段長達8年的地效有氧，是否會給心肺帶來不可逆的損傷？準備好了嗎？抉擇前夜36問。写的好适合他们啊，这个。我准备好了。你心里一个完美的日子是怎样的？对，由我来了，由我先说吧。你说。我觉得一个完美的日子就是我们有一个家庭。我爸爸妈妈在，你爸爸妈妈在，所有家人都在，还有我们平常就是工作啊、生活啊，虽然不是很特别，但是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比较简单。这算不算标准答案？我觉得你要不说的细节一点，不是说我们平常生活，因为我不知道你平常生活是怎么样的，对吗？所以你可以说早上起来，我先说，我觉得早上起来，我大概会睡到9点钟，然后就睡够8个小时，很精神。起来我会先冥想，然后就吃个早餐，很慢的一个早上。然后下午跟朋友吃个午饭，吃晚饭之后呢，可以去做瑜伽。OK。晚上的时候可以跟伴侣或者是朋友、家人一起吃个饭，然后看个电影，就一个很休闲、很美好的一天。哇，真的美好的一天里没有你。OK， 我的一天，我觉得最完美就是6点钟起来，跟我爱人一起起来6点。你爱人也要6点起来，跟我想的一样。一起起来，走走路，做一些简单的运动，比如说45分钟。回来我们一起做个早餐，差不多7点半吧，我就回公司工作。中午回家，跟他去喝个下午茶，坐在我们的家外面这个阳台看看书，聊聊天。之后我们回家跟我们家人一起吃个饭，之后开车回家看一出电视剧，
你都不看电视剧的，你都不看。我知道我之前不看的，我现在想看就是看一些你有份的工作嘛。哦。那之后就没有，我觉得如果你平时不看，你没有必要一定要看。哇，有时新的尝试也不是坏事，对吗？因为我平常都看很多 documentary， 那为什么不能用这个时间来看一剧电视剧？对啊。哎呦，好的。请用一种运动来形容你们两人之间的关系。我知道啊。你先说。我觉得我们用一种运动来形容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是跳绳。跳绳。对，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跳绳不是你多能跳得高，有多有力量，节奏不好，不论你跳多快、跳多高、多用力，都跳不过的。所以这个节奏就是要 perfect timing。同频吧，还是要？为什么我这样说？因为我觉得过去我很用力去做一些事情，其实不能让你开心，是因为我用错方法，因为太急跳不到，棘绳过不去。什么？我们有什么很急？我没有很急啊。No， 我说，其实我跟你的关系有时候很僵、很不开心，是因为我不是不想做好，其实我做的不准确，还有些说话我说出来了，不应该这样说。比如说前几天，我很关心你的身体啊，你能不能看你有时间你就去洗手间吧？那我只是关心你，不是跟你说你去咗洗手間沒有？即同一個問題嘛，可是說出來有不同的角度，也有不同的力度。我應該用心去跳這個繩，我應該用心去跟你說話。我覺得你跳繩好像有點奇怪，我覺得沒有特別的形容到。如果我來形容我們的關係的話，我會形容是潛水。潛水。跳進那個水裡面，就是跟你一個關係。我不知道裡面會有什麼，會發生什麼事情，很多不知之數。因為你的性格、你的行為很不穩定。你有的時候會好，有的時候不好，有的時候笑，有的時候會生氣，有的時候黑臉，然後有的時候也會讓我覺得我們在這個關係裡面，在這麼大的海洋裡面，自己一個人很孤獨。有的時候還是覺得自己沒有氧氣了，要離開這個海洋才能呼吸。哎呦！但其實這個海洋是很美的。只是裡面所有東西都非常不穩定，有機會可以傷害到你。但是他們不懂你的，他知道你是誰嗎？他不知道，他對有感情，他沒有，很冷啊。我知道很漂亮。我覺得你理解錯，我是說我們之間的關係好像潛水一樣，你好像去那個海洋一樣，我去潛水。那我想問你，你一年有多少次去潛水啊？生活是365天，行，我能每天跳。不是說我們每天做什麼，我是說我們要用哪一個運動來形容我們的關係。你覺得我們是生活在海洋嗎？這個意思？我沒有在生活在海洋啊，我說我們那個運動形容的來是好像我們的關係，因為會讓我覺得孤獨，有的時候也會讓我覺得好美，好開心。聽進去，我就覺得是跟跳繩吧。太用力了，跳不下去了，要重來。但我覺得 Anson 這個問題回答挺好的。對呀。用我們做主語造3個句子，比如我們都在這間屋子裡。那我先說吧。好。實話好主動。我們都喜歡爬山。OK， 好，明白。我們兩個人都非常愛動物。OK， 不對，我想改。我們兩個都很有愛心。他
好不认同了。稍微眼神不对就改。你比较有，我都有，没有你这么多。对你有一点，对我有一点。没很多。他好紧张。你那天还说你看到那个狗受伤了，你不要拿它回家养？会啊。你那天说不会。但是你知道我来之前，我去了2次西贡的 rescue abduct 嘅地方，我想养狗，我去了2次。你没时间养狗，你不这样。No， 你不要这样做。No， 我只是去看，因为我跟我哥，我公司有一班人想帮这些人，我们想donate一些钱啊，还是什么给他们，我们不是想养。你刚刚是说你想养的，他们一都拍到你说的。我知道。就是说，我发现你很多的时候你会说一些话，然后之后又说，哎，不是，我没有说，你没有对你说完的东西负责任。其实不是养不养狗的问题，养不养狗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很多时候你都会说一些东西，然后之后你就忘记了，改了。不只是忘记，你就会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不是想养狗。OK， 刚刚这个问题，你一来你就否定我，哎，你不要养狗了。你可以说，哎，看一看你有没有时间想养狗。我刚才说的这个不是重点。No， 这个不是刚刚的问题重点。我说我跟你的感觉就是我做的不对，或者你不想我做，你觉得我做的不好的。我觉得你。请问你1年有起码半年不在香港，你怎么养狗呢？那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，我知道我很忙，可是你可以用别的方法来跟我说吗？你现在用的方法就是跟我之前跟你一起生活的方法来用吗？我说是个问题点，但其实 I feel hurt。I feel hurt。这个话蛮重的。我说你不应该养狗，你 feel hurt。No， 我觉得你有别的，哎，其实你时间不多，能不能看？你真的想清楚没有？但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绕过我说的那个重点，变成另外一个话题。你每一次都是这样的，你发现吗？每次我说你有一个点的事情，你永远都会拿另外一个话题是说我的问题，变成是我的问题。就是你说的东西，你什么时候是对，什么时候是真，什么时候是假的，1分钟前1分钟后说的事情都不一样。哎呦，我都看晕了。Anson 被他带跑了。我们答完这个问题，休息一下好吧？我耳仔不舒服，耳鸣好犀利，很厉害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听不到东西这里。啊？为什么？不知道，我要喝点水，走就没事了。因为跟前几天都一样。你先喝点水。压力来了吧？我也觉得我耳鸣了。谢谢，我动一动，有时间。又来哦！怎么回事？今天我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？不，应该睡得不够好，身体不够水分。你之前出现过这种情况吗？有，通常太忙的时候飞来飞去啊，睡得不够啊，就有这个情况呢。因为这里用很多上的时候用很多力量嘛，这个脑袋还有这里，所以用的太多的时候就是坐着，水分就会流失得很快。又累，压力又大。没事，其实不是找人的，通常都是这样的。这一集的30，我跟以往的都不太一样。好 ，OK， 好啲。你使唔使着翻件衫去凍啊？唔使，唔係個溫度嘅問題。其實都凍㗎，我都覺得有啲凍。嚟啦，不連氣啊，嚟啊 ！OK， 準備起啊！還有2個我們。好，來吧。我們都有參加《再見愛人》。OK， 對，我們一起跟 Camille 玩，我們都開心。Yeah， 就如有個小朋友在家一樣，有感覺。我們的母語都是廣東話。對。我們去洛杉磯看 Christy 的時候，我很喜歡她的女兒。咩？這變成我了。
如果可以和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共进晚餐，你希望是谁？你希望是谁？不是彼此吗？我希望是你吧。为什么是我呢？哦，因为我们分开，我们真的没有一次坐下来跟你聊聊天，这个好的餐厅你喜欢的环境底下，好久没有这个机会嘛。当你没有了，你就知道这个有多珍贵吧。感觉今天跟前几天的感觉又不一样。对呀。但这个其实，也不难，对吗？大家都在香港，也不难。也不是我一个人想，都要看你喜不喜欢做这件事情嘛，对吧？有时觉得简单的事情其实挺难的。我有时候问，可能对方没有这个心还是什么，说不定嘛，对吧？人很难是猜得透。我觉得你想见迈克尔·乔丹吧？这个名字是第一个走出来的。为什么不是他？因为我已经很有机会见他了。我从小最喜欢的就是 Michael Jordan。Michael Jordan 是我1991年去美国嘛，才認識他。我從1993年去洛杉磯學中學，一個人，哇，一想到很多問題的，英文說得不好，聽一點點可以的，長不是很好，我個子比較不是很高，有一點緊張不是跟他們打招呼啊，有點緊張是說得不好啊。當然有啦，當然有很多啦。那個時候，因為他們人多，我就不跟他們打，可是我沒有打輸，因為通常打10到20秒，這些護衛就過來分開。可是我從小因為我爸我媽打我比較多，所以我就慢慢跟着這些棒就不痛了。所以每天有1-2個小時的時候，我最開心，感覺非常棒的時候就是運動堂。對，因為我踢球 I'm good。當體育堂上了，我就很多對我的說好的事情出現了，鼓勵他。因為我從小跑步啊、跳遠啊、打排球啊、打羽毛球啊，什麼都懂一些。籃球我是打得不多的，在香港，所以呢就跟他們學，因為我氣力很好的，我很能跑的，跑來跑去啊，左右啊、前後跑啊、跳，這個不會累的，所以我有個這個態度，所以這些教練啊、先生就很喜歡用我吧。我1999年會去香港的，從夏威夷等這個飛機回來，我上飛機我跟我自己說的，我回香港，我一點都不會偷懶。確實。I can never stop working hard. Each day I feel I have to improve. Hard work, determination. I've got to keep pushing myself. 对乔丹的话吗？I do this because I want to represent something. I want to prove to people we are Chinese. We can at the top of the top. That's the goal for me, for my life. I will do this all day, every day. Michael Jordan, 我 Anson Chan，我觉得我坐下来跟他聊，我们能聊得非常好的，我们能做朋友的。就我生活上还是工作上，还是我的目标，我都一步一步能完成这些。就算跟 Michael Jordan 见面，都不是一个太远的事情，对我来说现在。所以我觉得，因为跟你分开，我想这个人是你吧。如果是我的话，肯定不是他了，肯定不是。但这个 in the world 就不是我第一个想起，就是跟我奶奶吃饭。啊，你来了哦，找妈妈。但他说，在这个世界里，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了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爸妈没放很多的时间、精神在我身上，
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的奶奶，她就很疼我，很爱我。我童年最快乐的时间的回忆，就是跟我奶奶讲电话。跟奶奶一起生活过吗？我小的时候，就可能我很小宝宝的时候，对，有生活过，所以就跟她比较亲。我的记忆里，我觉得最完美、最浪漫的一些关系，就是我奶奶跟爷爷他们老年的时候还牵着手，他哪里都会带着我奶奶，牵着她的手过马路，什么都牵着她的手，所以他真的很爱我奶奶。人生到目前为止，你最糟糕的记忆是什么？最糟糕啊！我还没有，我还在想。你妈打你？他打我是因为想帮我，想我成就一些事情。你不是说你哥不在家，他打你吗？不，那我妈不是疯的，她不会没事就打我，是我哥做错了，他找不到他叫我找，我知道他在哪也不说，他才打我，我很有意思的。那他们兄弟俩关系挺好。我记得了，我小学吧，今年我真的不是完全记得。有一次我买东西吃，那放在我婆婆的家，那之后我说谁吃了这个东西，那个时候到我在家，我说我没有吃啊，不是我，他冤枉我，他说我一定是我吃的，真的不是我吃的。那他不能说，又跟我妈说，又跟所有人说是我吃，我说没有。他打死我都没有，他打我，我没有做错，又不是我做，我也不知道是谁做的，他就叫我，他又打我，冤枉了呗。结果我觉得很不好吧，那个时候，现在就没事了，真过去了嘛。我觉得Anson今天确实是有打开。他之前不是分享了说他哥不在家，妈妈又打他，然后他怎么了，什么都打他。今天说的那个点的时候，因为他知道他哥在哪里，他不想背叛他哥，他没有说出来，所以他妈就打他。这个是我 get 到的，我今天才知道，因为原来他知道他哥在哪里。你呢？我好多年前有个前男友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真的是出轨，但他肯定精神上出轨。就是跟别的人聊呀。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马上就要出去吃饭，然后他去个洗手间，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在他的那个桌子上面，他的手机响了，然后我看是那个女生发个信息说我想你，糟糕了。然后我记得那个时间我整个人抖，就是在抖了。但是我还记得我要装我不知道，然后我们还是吃火锅。哇 ，that's tough。对啊。然后我是跟那个人一起的时候，我的情绪是基本上是 depression，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人生里面最不懂得爱自己的一个时间。哇，挺糟糕啦！你又装着扮没事，要装没事。为什么要装没事呢？对。OK， 下一条吧，谢谢。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？他们的婚姻状态带给你了什么样的影响？我小的时候，我爸妈没放很多的时间精神在我身上，因为我是第3个，然后已经有个儿子，已经有个女儿了，所以第3个其实他们不会那么的紧张，也不会那么的花时间去陪我。除了因为我妈妈说我出生的时候就是不像她，也不是特别好看，
你妈跟你说这样？她跟别人说，我听到，所以我就会觉得我不够好，然后没他们好，然后就觉得我可能被轻视的一个经历就是。然后我爸妈很小的时候，他们就离婚了，所以对我的影响，就可能他们的影响让我更加独立，还有我对婚姻的一个想法。你觉得是好还是不好的？那当然，如果是有一个完美的家庭，父母都非常相爱的，然后也会表现爱给那个所有的孩子，那个是最好的。但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这样的一个家庭的状况，所以反正就是不一定要完美，但我觉得在他们身上可以学到一些能用在自己身上的东西，不要走负面的那个路。所以沟通很重要，这个。沟通很重要。我爸我妈是一个很传统的一对夫妇。平常就是我妈她要工作了，我爸就工作，但是我妈会安排所有事情，吃的、穿的，她每天起来都会弄早餐给我们。从小到大，我看见她这样，给我的影响就是，我看见她这样做，所以我觉得她很厉害。我妈就是很多话说的这家，我爸就是回来都不说话的。那他们相爱吗？他们恩爱吗？他们恩不恩我不懂啊，因为他们比较就我跟我哥面前说，我很爱你啊，丈夫。我爸爸也没有说什么，他们没有在我们面前拖手啊，很平淡的。但是当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，他们都是第一个冲出来做事情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影响吧，是一个画面吧。这个影响会影响到你啊！你看他们的婚姻怎么样，你就会觉得你会怎么样。比如说你妈什么都做，你爸什么都不做，所以你会觉得你家里可能你就什么都不用做，什么都是那个女生做。潜移默化，对吗？哇哦！你就会觉得我妈都是这样，其实女生就是这样，因为他们没有表达嘛，不会抱你嘛，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些用身体接触的那种感觉跟别人，你会觉得很奇怪。哎呀，对啊，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这样，我爸不会儿子来去打球踢球。对，所以你就觉得身体接触这个东西，你就是如果朋友抱一下，你也觉得很奇怪。对对对，你这样说出来就有这个感觉了。其实我也可以跟你说，你妈不是很开心，那你妈觉得很孤单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因为她觉得很孤单，她觉得自己要很强，因为她什么都要自己做，所以其实她不是一个很开心的，觉得很温暖的，受到很多爱的一个老婆。她要强，因为她没办法，她一定要强。是。而且她不开心的话，她不说出来。我跟他们是一样。对，闭在里面。我觉得这两个字幸福是什么样？当有人过来同情你，你说出你的感受，这个感受一定是真的。但是我觉得我能讲一些，就是这两个字幸福是你觉得乐在其中，乐在其中，还是你为一个家庭付出一些事情，你不是完全愿意这样做，还是你还是做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有比较是你开心多还是不开心多，你为什么这样做？因为很复杂。可以哦，他是有思考。我觉得这个问题，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说就是我妈，我听你说她不开心，每天她说，可能是，不是可能是一定是，有可能不是，因为你妈有跟我说。我知道。所以其实你想一想，你是他儿子，你都不知道他其实不开心，你不知道他难受，所以就代表可能你们家人之间沟通也没有沟通，所以你沟通能力是这样，因为你们都没有沟通，所以其实你妈妈跟你爸的对你的影响，你没有想过，其实蛮大的。
他为什么一直否定 Anson 呢？哦，太武断了。其实我猜，他看起来觉得我有，是他的观点，在我身上觉得我有什么伤害。其实我想跟他说的是，其实我爸我妈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，我哥很疼我，我爸我妈很疼我，但是我们很融合的。但是每次我们说到家庭的时候，他觉得我有伤害。我记得小时候有不开心是正常，但是这些不是伤害，是一个普通家庭应该有发生的事情。我不觉得过去是一个什么问题，因为我们过程中成长嘛，你会学会怎么样明白过去是过去嘛，现在是重要嘛，这样。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，24小时看病买药，平均30分钟送达。本节目由999感冒灵赞助播出，爱人先爱己，暖暖在乎你。本节目由华莱士赞助播出，全鸡汉堡就是配，爱人共享好滋味。本节目由爱他美领益赞助播出，超400倍母源自护菌。蹲现场，10点半开抢，用动感地带芒果卡重逢热爱，直达现场。教科书籍一样的标准，才能成就不一样的好作品。米其林星级一样的标准，才能出品不一样的好滋味。最好的自护力就是妈妈给的，妈妈一样的就是不一样。母源自护菌源自妈妈，爱他美领益，添加400倍母源自护菌，尖端科研，更强续航，帮助激发宝宝长效自护。妈妈一样的就是不一样。爱他美领益，母爱同源，长效自护。好，下一题，分享你人生目前为止认为自己做的最差劲的一件事。目前做的最差的一件事就是，当你生病的时候，我没有陪伴在你身旁，没有关心，还有没有陪伴你。所以，这个就是我过去觉得最差的一件事吧。那除了跟我的关系之外呢？那我妈病的时候没陪伴她。为什么？不在。我想想那个时候，就是就是觉得他应该能。我觉得他怎么可能自己妈妈大病了就可能会走的？你不陪他，这不正常的。我不相信他就是这样。我觉得没有一个人生出来就是这样的，肯定是经历，有些经历让他变成这样。他心是好的，但为什么会做出一些就这么离谱的？最爱的妈妈，你的伴侣，你为什么他们生病的时候你不关心他们呢？我记得当天你为什么没有陪他？我就是没有，我不想，我不是不想，我就是我觉得也怎么说？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个问题。对。那你不知道你为什么没有陪他？我觉得我怕什么啊？我猜我是怕，我怕他不在呀。逃避现实。那他不在，你不是应该去陪他多一点吗？对啊，所以你问我问题，我说我觉得我怕这个时候，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呀，这个就是我原因了，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呀。这个我觉得是最差的事情。对啊。你可以考虑自己再深度想一想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是你们是一些伤害，或者以前的，你要找一下那个东西出来。可能就是那个东西让你觉得别人生病，你就不想去接触。不。现在我有时间，我就想陪我妈。你想说这个伤害，我不知道是你有伤害定你觉得我有伤害，这个没关系，角度不同 ，OK？
但是我现在能做的，就是我过去没有做的。我现在不是补偿，现在我是真正我想去做的。这个 you cannot deny 我来。但你就是要找个原因，为什么是这样？你不是每一个东西都有原因的。是的，每一个OK， 我知你看很多书，这个我不跟你争吵，但是我现在做的是我做一个儿子。我知道你找到那个原因，你可以治愈自己，你可以知道为什么，你就可以继续走了。所以我现在面对的问题是，他有不舒服，不然哥你去还是我去？你车他还是我车他？还有刚才你跟我这问题是，你知道我妈有多辛苦嘛，多不开心嘛？你跟我说没关系，我回香港第一件事收拾行李，不是我回去看我妈。你觉得有什么问题？我妈病的时候，啲報告彈出來發過來的時候，我們跟她聊天，你是不知道的。但是我跟我媽真的，我媽知道，我做兒子知道，我家庭知道，呢個是最重要的。還有，我剛剛聽你說，我會做這些事情，我希望媽，你有什麼不開心，你告訴我，看我跟我哥跟爸有什麼能做，我會打給他，我會去見他，我會問他。呢個就是行動的分別啦。我不是做給你看，因為你已經走了，你已經不在裏邊了，是你走的。所以當有問題的時候，我真的不怕去講我做過什麼，沒有做我都說要做的，這個是過去我的不好。現在我能說這些，係因為我做出來已經有了，it's a fact， 事實嘛。我覺得是這樣的，因為我覺得他家庭可能爸爸媽媽從他小時候分開嘛。我覺得這個對他影響都有，所以我們每次說家庭的事情，他就可能用他的經歷吧來看我們的家庭。可是我們自己想起了，我們覺得很多時候沒有這個必要的。我覺得如果要真正的打開，也是應該在我面前是承認自己脆弱的一面，痛的時候說痛。不開心的時候也說不開心。你們覺得對方在溝通中最讓你受不了的習慣是什麼？我覺得我最不能接受就是你跟我溝通的態度很兇，很硬，就是很不耐煩的那種態度，特別不能接受。而且你也會迴避，就我說你一些東西的時候，你不回答之餘，你會找另外一個問題是說我指責，對啊，你會指責我，但你就迴避了你自己的問題。這個我是最不能接受的。大部分就是你的態度。哇。你呢？我可以幫你回答了。哎呀，不行，我想回答你，怎麼幫我回答？因為我知道你最不喜歡我的是什麼。不，我最受不了的你的習慣就是在溝通裡面先入為主。是我明明知道一些事情。你就覺得我不知道，否定我認識的事情，否定。對，譬如說我明明在打球，打籃球，你不要這樣這麼鬆，這麼撞人，這個運動是這樣玩的，這個運動是這樣做的，你不想碰撞，你不應該否定我知道什麼事情，因為我做得比你多。譬如說跑山走山，不如跳來跳去，我的 skills 比你好，即係我明明知道的事情。你就我有能力，你就否定我的能力，所以有時就否定吧，也不是很多有時候吧。不是否定，還是否定？就是否定。但其實我只是說我自己的想法。我不是 OK， 我沒有否定你，我跟你說是我學會的一些東西，我分享給你。所以應該是態度，不是否定，對，是態度。我最受不了你跟我說的這個態度，這樣，因為說得沒意，聽得有心嘛。都是態度啊。
其实那天问过一个问题，让他觉得有什么委屈。他说他买了一个笔给我，我就觉得你不要花这么多钱在这些东西，我不用的呀，我什么都有。因為如果我真心做，我又覺得好 turn down。他每一次他都會點牛肉，但是我不吃的嘛。當你每一次出去吃飯，你都點我不吃的東西，就是你沒有想過我其實我會少了一個菜吃。買你咖啡給你，不過咩啊？latte。我唔飲冧嘢。對啊，我只告訴你，離婚。唔好玩啦，你係接待員，你唔好做啲咁嘅事。我心真的有點失落，因為當我每次做一些都是他說他喜歡的，我都是真心來做的，他都給一些態度給我，都是不喜歡啊，沒有用心做，怎麼可能開心呢？對吧？我的心一定有點不安啊，還是覺得有一點點情緒吧。所以嗰個就是嗰個態度吧。好難。如果現在是你們人生中的最後一面，你會對他說什麼？我真的愛過你。我真的愛過你。笑什麼？眼神的我。我真的愛過你。真的？這個我知道的。看問題嘛，林小姐。我想對你說，不是你想對我什麼，這個是我的感覺嘛。OK，對吧？我不是隨意，我是隨心。我是隨心，我真的愛過你。真的從心裡面出來。因為是最後一次見面，還有就說一些事情，我只想說的是我愛你 ，unconditional， 我愛你是無條件的。OK， 最後一次見面，不知道什麼情況，發生什麼事情，我愛你3個字。我還愛着你。對，我就是想跟你說這句話，總結你，我愛你。沒有別的，沒有多餘的。希望明年我們可以再多一些旅行啊，同時跟你一起做更多你喜歡的事情。我很關心你的身體，我不想你生病。那天我給他了，是我自己做的，我就告訴他。這個得幫你俾錢呀？我自己給的。哇，你隻腳好似厲害咗一點點喎。小心啊！誒，送給你的，還3層炸彈。送我，送給你啦。拜，love you。I miss you, I love you。我很清楚我現在說什麼的，我是用心去講的。你聽他說他很小的時候，他媽跟爸分開，他覺得沒有這麼哥哥跟姐姐好。我不想他帶着一些不開心的事情在我們的生活裏邊，不論是分開啊，還是離開。我是想保護他，希望他開心一點。我只想你知道我愛你，就足夠了。有沒有想改一下你跟我說的話？為什麼要改？我覺得你會考慮那天李老師引導你去說一個記得上班之前親我，然後很甜蜜的感覺。我留這一個，我希望你記得我工作前親吻你面，你開心嗎？開心。我覺得這一個你引導下，就是一個他缺乏的東西，他沒有你，他想不到這個。哦，他覺得他不具體。這個就是能感受到的愛，能感受到的甜蜜，能記得的一個細節。我知道。就是你說的這麼大的範圍，其實對方是沒辦法
因为我们之间发生过这么多的事情，8年的一些关系，但是那些都是说出来，没有真诚的行动。但你知道我跟你说那几句话，你是有感觉，你会感动。你说我明白，我应该跟你说什么嘛？你现在想说啊？你可以选择是跟我说我爱你，当然可以呢，但这个不会对我有什么改变。但你如果想一下，我跟你说的都是这8年我们发生过多少事情，我希望可以有一个解决，一个方案可以解脱，让你可以提升。懵了，我都懵了。你觉得我想听到什么在你口中？我只是想跟你说我爱你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想听到你说我爱你？李世华有点像在给安森讲戏。你这个形容太妙了。你是不是想要我最后一个听到你说的就只是一句这么简单的话？我们要结束的关系了，我们经历过这么多的东西，你想要告诉我什么呢？我有很多角度能说的。我过去这样对你，我希望你原谅我。我明白哪个做错的地方在哪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能这样说的。这个也不行，也不是他要的。我为什么改这个是有爱的成分？就是我觉得，当我们是最后一次见面，过去所有事情都不再重要，最重要是中间还有爱。对。如果当大家分开，都想说一些你一定要我明白的事情，我一定要拿我的头皮给你看，是什么情况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问题里面，我觉得我想说的就是我爱你。没有，我希望我们在这个18天的旅程中，其实，怎么回事？其实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OK， 你可能觉得没有分别。我希望你记得我每一次我上班的时候我会亲你。我希望你记得我工作前这么理念。我希望他其实可以展示到他学会的东西出来，但他没展示到。他只是说，我想告诉你我爱你。没有感觉这句话真的是太广泛了。他要出其不意，没有感受到任何属于我们的一些经历在里面。可能我对他要求太高，他根本就没办法说出来这些。你为难别人，为难自己了。对啊，就放下吧。但是你说你改变了什么？改变，我最想看到的改变其实就是这个。他说的越来越多，我就越来越能确定，他没办法理解我们沟通的不是同一个层面。没所谓，这个你感觉就没有对错的，你不习惯就不习惯。我希望你比较真。他真啊。所以我知道不是你跟我说的，我现在看见这个问题，我想改，不是因为你说，是因为我想改。我知道这个问题不是你说也好，别的人说都好，我自己会看这个问题我想不想改，看得我都热起来。我想不想再改变一些好的事情？所以谢谢你跟我分享这个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对啊。至于你不喜欢就不喜欢咯，是 up to you， 但是 up to me。没有，是我的问题，因为我不应该觉得你能让你在18天之内可以有这样的感受，其实是不太共情嘛，是不太可能的。我觉得没关系，这个是你的表达，没有对，没有错，没有错的。对你有你的做法，我也不代表就是你能不能不？其实你还没有礼貌。对不起，等一下，他还没说完。你先说完吧。你其实常常都是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觉得他对不起，你先说完。就是你不想说的时候，你就好像就 stop。我没有这个意思，不，你说我没有这个意思，但你有做到这个意思出来。所以我跟他，对不起，他还没说完，你再来吧。其实我这个事情也是常常发生的，就没有意思了，我没有东西想说。
下一个吧。 OK， 那是你不想没有，说，我真的不想说了，我没有。那就下一个吧。你先来还是我来了？唉，感觉人类好复杂。这个 AI 永远做不到的。你问吧。好啊，我问啊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我们还能在一起吗？现在这个问题我想问的，我等这个问题很久了。今天我确实是想要他给到我一个理性的我的一个说服到我理性的我，但是我觉得感性的我在后半段这个旅程都已经占了上风了，所以我才会这么情绪化。但我知道其实眼前的东西，就是理性的我会提醒我自己，眼前看到感受的东西很大的机会不是真的。我觉得我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你现在这个，你说你重新答吧，你这个不是一个常识，是他这个问题我就问我想问的问题，这个只是我问，不是。肯定回答不了啊。其实我来这个节目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，所以但其实没有答案。那就没有答案吧？这个不是这个不是，就是我问你不。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上这个节目想找一个答案，想找到一个，可能就是想找到一个你两个都痛苦，真的太痛苦了。就是可能看看有没有一个改变，有一个让你会觉得有个可能性，但是他一来我就觉得他有点紧张吧。我过去是一个样子，现在我有点不同，所以当两个加起来，他又要下决定，我觉得他是下不下决定吧。我改好了，他开心，但是他又怕我再一次伤害他，可是他又委屈我过去跟他不开心的日子，这两个加起来就比较复杂吧。真复杂。其实为什么你想跟我在一起？我想知道，你为什么想？哇哦，这个问题好难回答。这个问题你问我 ，OK？ 我觉得能过去有一些很开心，也有一些不开心的时间。那我觉得我还有感觉，对你爱你这个感觉我还有。那我来看能改变一些什么事情。其实一开始我写的是分的，因为我觉得我有跟之前一样，有没有什么改变，不太相信。头几天还有你的反应，我觉得我来的时候都是头几天都是这样，但慢慢学了，好似有一点点不同。我自己在看事情的时候，就跟你沟通啊，跟别人沟通啊，慢慢加起来吧。18天，所以我才问这个问题。我其实从我角度看，我问你为什么想跟我一起？那我还爱你的时候，我为什么不能问这个问题啊？没有，我问你为什么，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想跟我一起。所以只是因为你觉得你爱我，所以你想跟我一起。我爱你，还有我想有一个家庭。那为什么是我？你爱，但是你为什么想要跟我有个家庭？哇哦，他不知道在问什么。我为什么一直逼着他？因为我想要看到他给到我一个信心，是他说的话是真的。你现在反过来问我这个问题，
不好回答呀。我觉得他讲不出来。我觉得我的改变能让你有一个好的生活，还有一个好的沟通，我还爱你。这个是我现在我能说出来的。说真，你要我再说多一些，可能我现在这个能力不足，我说不到。你要抽絲剝繭，你要尋根，對不起，現在我沒有這個能力。你讓他講這個話，他太難了。我只是問這個問題，這個答案是怎麼樣，我都能接受，就是這麼簡單。真的愛是什麼愛？我想很多專家現在坐在這裡。都不是書本你看多少能說的，我猜，我不是專家，我只能夠從這裡說出來。你接受不接受，不在我考慮的問題，我只是說出我這裡的問題。我覺得他聽到的可能是你憑什麼和我在一起？哦，我想有生活，我想有家庭，我想跟你組織一個家庭，我想看見我們有未來，所以。家庭是標出來的嘛，是建立出來，不是我想出來的嘛。我想有這個行動，我想這樣。那我現在覺得我走出來了，你可以不接受，你可以滿意，你覺得我還是這樣，沒關係，沒所謂。因為很多時候我知道我有一些不同，好咗一點點，多一點不多。那我也給你一個答案，在我現在那個能力，我給不了你答案。哦，那就這個可以啦，我就知道個答案啦。對你來說，可能不是這樣看問題，沒所謂，因為每個人都不同。I take that answer。就還是不同頻了，他們兩個。對。It's an answer for me too。安生太累了，這。下一題了，可以。喂。等一下，很晒，等一下，沒辦法看。對，請對。有沒有人可以？因為我的眼睛打不開。我打得開啊，來啊！我這個沒光啊，你試試看吧，看他們可不可以？你這裡沒光，可能你沒反光。哦，這裡好一點，好一點啊。能不能這樣啊？好。有了，他會做了。好，預備。很奇怪這個。1、2、3。認真一點，謝謝。他說看。你怎麼了？你好奇怪，你怎麼了？哇，好認真啊！你怎麼了？我不知道，你可以說話的，繼續看，看是可以說話的吧？開始了。所以就是看不通了，你現在是有點。他是一個遵循規則的人，所以你認真對待這4分鐘。我還愛你，我現在愛過你。在我現在那個能力，我給不了你答案。說話是不是眼睛不太舒服？一個人改變是很難的，但是我不知道，我常常都這樣相信，能改變我都是其中的人，我相信這。
醒不快？好的。你有反胃？上去吧。哇，走得好果断啊！哇，跟以往看过的36问都不一样。好不一样啊！那我们就走了。好啦，好啦，拜拜。拜。冇啦，我哋唔會再見嘅啦。哎呀，係啊。OK，love you。Take care，OK？In touch。拜，上車。上車啦。好啦，走啦。你上車啦，我幫你閂門。走啦。好啦，好啦。拜。太遗憾了，真的太遗憾了。哭了。哭了。对。哇，很沉重啊！哇，最尾这个情绪突然间来了，哇哦！他一定内心都已经爆炸了，好吗？其实我觉得是不是今天的状态，就是可能脾气也不是特别好。我觉得我对他也有一点，我逼得他感觉太苛刻了，有一点，好像有点过分。我觉得有点，就是他没有说到我想他说的答案，或者是我想他表达，我希望他可以打开的，现在没有，我就一直逼他。可能因为我心里真的想要听到他有改变，我想看到我们有没有希望，但是这样其实也不对，因为我觉得今天应该是我们最后一个机会，可以，就我感觉啊，明天最后一个选择，我希望今天他可以让我有可以说服到理性的我。所以就比较纠结，我就比较，可能这个也是一个自私的一个状态，想要他给到我想看到的一个改变。但其实两个人在一起，你就应该接受他现在的状态。对。对呀。接受不了的话，就不要在一起吧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然后我们明天就是抉择，抉择是决定这个什么时候？决定是分开还是在明天？哇，今天也不是的，我也刚刚就是啊。对嘛？因为刚才的问题就是跟他走出来才，他跟我说的，我以为是我。Anson 真好好笑。明天又再来一次。明天是一个最终的做决定的时刻。不见面的，先不见面，先不见面。我能拿去对着我姐姐的反应没关系，我不想她辛苦啊，说真的。行，她已经很厉害了。好一阵吧。来，好吧。
内蒙古去吧。重燃性。OK， 你叫什么名字？悠悠。所以。变身。很厉害了。哇哦！哎，直击心灵的一场对话，真的感觉今天的对话火药味有一点重，就是诗画层层紧逼的感觉啊，比之前都还要情感再强烈一点，之前都还是淡淡的追问那样。他俩今天的这个关系感觉跟之前18天看到的他俩关系有点不太一样了。18天相处过后，那我们就是说要做最终抉择了。那这36位一定说是会带着一些妥协或者是改变吧。诗画他想利用这个36问的这个机会，穿透他，让安森给他理性上能够说服自己的决定，让我的理性可以接受。所以李诗画今天反复的去纠正安森的答案，是觉得你的这个回答说服不了我，对，你再换一个能说服我的。他是希望让你通过的。今天更像考官了，李诗画像在给安森讲戏一样，真的很像导演。对。等一下这一题我先答一遍给你听听看啊。对。有几个问题他到底想要得到什么答案啊？比如说有一个最后一面，对，然后你想跟我说什么？诗画他不断的讲，曾经那个李老师在那个引导他回答说睡醒来亲吻，所以他最重要的答案那是什么呢？就他还是想要原本的那一个答案吗？他是想你用那个具体的情景会激发我的感受。我觉得李诗画是有一种，你既然已经参加了18天的这个，你受到了一些训练，获取了一些技能，但是你现在给我这样一些回答，我会认为你前面18天是白费的，你什么都没有学到，就是一个毕业答卷啊，对，毕业答辩了。他们头一天不就是跟李老师的那个对话吗？也许李诗画今天面对这个36问，他就想是不是我没问对？我学李老师问，我要求他具体一点，我给他一个示范，是不是他就能够得到我要的改变？他如果更恳切一点，再柔和一点，可能不会让安森那么紧张。所以让安森开始是紧张，后面真的就有点烦了。对，就是安森在说下一题的时候，其实他们两个人是有点火药味儿在里面了。就是说反正我怎么答也满意不了。但我觉得李诗画这个其实就是对安森的一种不信任。就我也不相信你这18天真的能改好，让我觉得就像受过损伤或者大病的人，刚从这个昏迷中苏醒，你会问他，你说这是谁？你说这个是李维嘉，李维嘉是你什么人？你俩什么时候认识的？你真的认识他吗？就是你会反复的去确定你到底怎么想的，这件事情你真的知道是什么吗？就要反复的确认。那其实李诗画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说明他很想跟安森在一起啊。他需要一个更肯定的一个说服他自己的理由，不然的话他没有必要不满意啊。对，我的另外一个假设是，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李诗画在逼问他，看起来很主动很强势，但是同时我觉得他的状态也并不是那么从容的。对，挺慌的。对，李诗画他很希望他答对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自己也是那个被考的人。对，就是我看你的表现，我才能决定我怎么样。是的，就是节目到了最后的一天，明天就要给出答案了。而这个答案其实是要共同给的。你会发现前面的时间其实往往都是比较从容的，因为它没有那么紧迫。对，到了最后一天，往往是效率最高的。对，他可能要追求那个效率。对，我们可以99%的肯定，安森是会下车的，因为他目的非常明确，我要和你在一起。他今天把这个36问看作是我要让你满意，而诗画说我要根据你的回答来说服我自己能够在一起，因为我过去跟你的那些历史上好多感受
会打动我，但是我不要受这些感受干扰，我要有一个理性的证据。这18天你是不是有长进？对，所以在这个前提下，他会有2个答案。就比如说我是李世华，我明天要下车，我今天想拿到什么答案？对，就是这个。我明天不下车，我要拿到什么答案？对。所以我有可能有2种解读哦。是。第一种就是我就是不想让你拿到答案，因为我明天不想下车。第二个是叫做我想要下车，所以我想要追问，不断的追问你给我答案。那到底是哪一个呢？所以施华开始说，我需要一个理性的证据让我做决定。施华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有讲过很多次，是我多么的希望别人给我一些建议，是让我跟他断掉的。他又重复讲这句话。我觉得如果他需要别人给他下定这个跟他分掉的决心的话，那说明他就是不想分掉。但是从他内心来说，他是需要 Anson 给他确定的好的答案，他才能真正下这个决心。因为他如果他需要别人跟他说 no， 代表他心里想的是 yes， 是吧？来之前施华都有一个答案了，只是说希望很多人认同我这个答案，就是我从这个全世界找到能够认同我的答案来说服自己嘛。他们俩的36问，我觉得更加从容的是 Anson，但是我倒是觉得施华这个考官反倒有点慌了。这18天里面 ，Anson 基本上属于一个做小伏低的状态。但是你想，他们之前分了那么多次，李世华说 Anson 是会发火的，是会凶他的，这些我们都没有看到过。尤其是前几个问题，都是有一种，你能不能说真话？你不会养狗的，你从来不看电视剧的，你能不能把你真实的那一面说出来？其实我觉得李世华问的也挺奇怪的，比如说啊，他说那你从来不看电视剧的，那为什么现在要说要看剧集？是啊，但是我也觉得。你是不是说我从这18天我学到了改变？我以前看纪录片，现在我想看看剧集，那我也没有错呀。但是你想，我要是李世华，我跟你谈过8年，你都47岁了，你从来不看电视剧，你现在跟我说你要看电视剧，我不相信的，我不相信你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足够了解Anson，所以他会去质疑这一些。所以施华他就觉得我看到了变化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他就是想要Anson来向我证明你现在的变化是真的。但是这一点呢，我觉得Anson尤其是他的语言表达又很吃力，这个是没有办法达到他心目中的那种标准的。我觉得今天施华在这个交流当中，他有一些方面是以己夺人的，就是自己的那个认知框架，说一定要这样想，比如说原生家庭。我觉得这样，那你就应该是这样。你如果不是这样，那就没有说实话或者怎么样。你要找出原因。是的，是的。所以我就觉得说 ，Anson 在整个36问里面，我看到的就是说，我跟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实话，然后施华所有的问题就是除非你写的是跟他有关，跟我有关的，必须规定在那个范畴里的，不然我所有的回答一定和你无关。是。那个态度其实也蛮明确的那就只有2种可能性，就是第一种可能性叫做施华永远用我的生活中可以没有你，给你机会让你证明你必须要跟我在一起。第二种可能性就是我其实已经告诉你，我的生活当中没有你的完美一天挺好的。我觉得施华那是一种姿态，是啊，但他的心里到底把 Anson 放在一个什么位置，不一定，也许很在乎。对。但Anson 真的蛮妙的，Anson 觉得跟李世华吃一顿饭，比跟迈克尔乔丹吃饭更难。我觉得Anson就想表达一件事情，就是 Michael Jordan 是我最爱的偶像，都没有你重要，都没有你难。他只想让迈克尔乔丹衬托出我心中很想跟你吃这顿饭。他坚持的话，他都能跟乔丹做朋友，但是都不一定能跟施华吃饭。他的斗志让他可以跟乔丹做朋友。斗志够强，够有耐力，坚持一定会有结果。而这件事情在爱情上，就是不是靠用力气就行的。在以往，Anson一直表达的是一个状态，他没有办法推进这个进程，他们俩的话不能够相互启发来展开下去。Anson 所有真正做自己和真实的时候，都是李施华让他很绝望的时候，给他逼到绝境的时候，他才是真的做自己。他才会说 OK， 下一个问题。
他才会说我的答案是什么？我觉得这就是我啊，你有没有听过我的答案呢？他开始会反问。我觉得他们俩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希望一个人改变，如果你说有什么具体性的事物，你比如说能不能多做家务，或者说，你保持中医，对吧？这种我觉得他是可以改变的。但是现在我觉得李施华要的东西，安森能给的东西，他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事情。对，那这个怎么改呢？比如说李施华是一种要的是这种高情感的一个需求。对。你要懂我，你要了解我，你要，我不用说，你就要什么都知道。对啊。Anson 我觉得具体的事情他都可以做得到，但是你对于猜心思这方面，他可能真的没有这么敏感，他比较低敏感度吧。对，他们在情感的敏感性和情感的交流上，他是达不到这个施华要求的水准的，精细度不一样，一个是大豆，一个是非常小的米粒，感情的颗粒度，对不起，一个是比一般人更钝。一个人是高需求、高敏感。最后就是李施华说：“我这边光太照了，我看不清你的眼。”然后你看 Anson 马上主动就说：“那我们换个位置。”对，其实 Anson 我觉得有时候是更能够照顾对方的感受的。对，就是他们俩有这个差异。现在有差异的人又相爱怎么办？我想这个缩小差异，你能不能放弃你的这个要求？这个是一条路。但还有一条路就是去满足这种差异。这个满足的方式就是两个人都要付出更多。你们要忍受这是一段不那么合拍、不那么和谐、不那么舒服和轻松的关系。所以就是要求同存异。但是求同存异，大家都会说，求同那个同是要求来的。哎，对对对，求是要追求的，要努力的。双方哪些地方可以大家是保持自己的。差异有些地方是要有共鸣，它是一个进程。我觉得好的伴侣，它有一个重要的特征，就是大家有分歧、有误解，甚至有争执，他们有一个很强的应对机制和化解机制。所以，求同存异不是完成了就好了，是始终在求。真我有一点我不太懂，刚刚那个施华就问 Anson 说。那为什么是我？你爱我什么？为什么会回答不出来？施华他自己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在他心目中很棒或者什么，他为什么要去问这样一个问题呢？他应该很有自信，就是说一定会是我呀。挺重要，而且其实是挺深刻的问题。他说我爱你，这本身可以是理由吗？爱你本身是可以是理由吗？还是说爱本身需要理由佐证？这是哲学上一个大的问题，人家有一种理论叫 quality theory， 就是说我爱你，是因为你可以说好话吧，像冰冰说的，你优雅，你漂亮，你善解人意等等。好，你只要给出这些指标，马上就有一个麻烦，更优雅，更漂亮，对，更年轻。爱理由是什么呢？爱的理由是要证明爱都是偏爱。爱人类是博爱，无差别的、无歧视的。爱一个具体的人，他一定是偏爱，所以偏爱的理由，他就不能是一个指标。所以说，他要给出什么要具体，就不客观了。对，它不是客观的，所以就是爱一个品质的具体表达，这是爱人不可替代的一面。第二个是历史，两个人共同走过的交往的这段历史是独一无二的。不，我说实话，刚才这两个回答，如果 Anson 这么回答，施华也会不满意的。我们过往这18天里面，其实施华有问过这个问题：你爱我什么？但是其实 Anson 是从来没有答上来过的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，就是女孩子特别容易问这个问题，而问这个问题，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特别在哪，我对我是没有独特性的确认的，那我要通过一个外面的一个映照给我。我觉得李施华问这个问题有点像是。你为什么会选择我们公司？有点像是这个，他不是说我对我自己没有信心，是我不知道你到底出于什么目的，对，要跟我在一起。但我觉得李施华的成长环境是会让他缺乏这种安全感。有一些人可能一生都在问我特别吗？我好吗？我行吗？但是有一些人他从来都没有问过自己问题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你在问什么。所以恩森很可能听到。为什么是我的时候，恩森听到的就是凭什么是我？那我就回答凭什么是我，是因为我很爱你，因为我很想你，因为我现在变了，
他去解释我为什么配得上你对配得上你。我觉得第一次问的时候呢，他是说我爱你，但是再问的时候他就慌了。对，我看完这个，包括到今天，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，就是 Anson 常常就从我们一开始第一集到今天跟诗画的交流当中，他常常会看诗画的反馈，或者是看诗画的眼色，来给出自己的答案，包括更改自己的对，包括更改自己答答案。长期以来就会让诗画留下个印象，你不是一个诚实的人，因为你有好多的答案。到底哪个是？但是 Anson 的底色是，其实我很在乎你，所以我一直变，我也愿意为你改变。但是其实这件事情被诗画解读成了，不真实，你不真实啊，我看不透你，怎么今天一个样，明天一个样？我觉得诗画应该真的给一下 Anson 一个信心，就是你要知道我也爱你的。你可以做自己的，他不能放飞。你不用为了我改变答案的那一刻我才安心。这个话应该要给对方信心的。对，比如说我开始迎合，然后到后面有自己的态度，到后面打破一层壳。当然，这是他18天整个蜕变的这个过程。他是有分析、有思考能力的，而且今天还表达出来了啊。今天你看诗画那个我的原生家庭这样，所以我就变成。一定要努力来证明自己。安森他觉得原生家庭我们可以放在那儿，他对我没有这么大的影响。那么你可以从你的角度来说，我可以从我的角度来说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争辩非常有道理。是。那么对安森来说，这个思考是深入的。对，所以今天这个谈话是个好的谈话，虽然更有冲突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冲突，安森有更多的那个自我表达。就以前诗画都是见好就收，笑笑算了。但是今天诗画他也很强势，听完了不算了，我要追问。安森可能是那种遇强则强，也就给了他更多的那个强力的反馈。如果再能下去就更好了。但我觉得还是有希望，因为他们有一个问题是，你对于对方最不满意的一点是什么？是态度。态度是可以训练的，就把态度改一改。安森他用眼神去说我的坚定的时候，比他说我就是爱你啊，好像要有效得多，是吧？表达不止语言，还有90%多的非语言的信息。我觉得他们两个眼神的这个对视，完全是一个显现了，一个是坚定的，我要做我能做的一切；对，一个是闪烁的。对，我觉得是眼睛不舒服。但是如果他觉得这一刻很重要，他也会忍住那个不舒服。对，我觉得那个位置一对调哦，特别像 Anson 是考官了，就是然后呢，就是那种灼灼的眼神看着，哇哦，我还记得的一件事情就是安森的耳鸣。安森呢，看起来啊，他应该是这个地方最强壮的人，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是这些人里面最让人担心他身体的那个状况，睡得也少，吃的也少，看起来越来越肉眼可见的消瘦，对，和憔悴哈。他的生活似乎是没有多少可变化的那个弹性的空间。你别说 Anson， 我和刚才 Papi 两个人听到那一段就是也晕了，我也是，我也耳鸣了，我觉得对，压力太大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大胆的猜测、预测一下，经过诗画跟 Anson 的36问之后，他们最终抉择会下车吗 ？Anson 肯定下下不下车我猜不出来，但是未来一定不会在一起。未来就两个人手牵手，很开心的过来。你不怕被打脸？我是不怕被打脸，我希望他们俩幸福啊。对呀，就是大家都找到幸福，不一定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幸福。我觉得李诗画不会下车，我加一票，我同意。为什么？是一种态度。他们节目录完到底怎么着不一定，但我觉得不会下车。我也觉得不会下车。真的，如果诗画下车了，我绝对接受不了。李诗画下车，胡老师选出。为什么呢？怎么刺激你？怎么了？为什么呢？那你在36问你问我的那些问题是干什么？但是他也就是得到一些回答，他还会去想我到底该不该下车呀？哎，李诗画说不定回家之后想想，哦，其实他那么回答还可以。我很喜欢 Papi 这个态度，因为诗画有没有可以说我太
给别人压力了，逼他太紧了。真的不要下车好吗？不要下车。我现在对最终抉择非常的期待，我想看胡老师到底是谁。我是猜不下车。心如呢？我是觉得应该是不会下车。我觉得我赌他下车。我也觉得会下车啊，因为我在被采当中看到他情绪很激动，流泪啊，因为他觉得给到 Anson 的压力太大，也变形了。那他一定会自责，才会说我在哭，这就是他8年来为什么分分合合的原因。这18天一定会给他这8年来更大的触动。我相信大家看完之后呢，心里一定有非常多的话要讲，很多感受要表达。好了，我们也在微博发起了再见爱人微博有解法信箱活动，大家可以去微博搜索再见爱人节目主话题，点击进入投稿活动专区，发博投稿，聊聊大家对情感的解法。那我们别忘了还有另外一对对抗陆夫妇，他们的36问究竟会怎么样的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好，你年轻，你漂亮，你有才华，他就想听这种。长得帅，有一定的财务能力，然后有责任感，三观正，很重视家庭啊。哇，从头夸到尾。这一集的36问跟以往的都不太一样。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你会和对方结婚吗？不会。你换个人不好吗？为什么非得是我呢？意思就是他连累他了。难评。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，我在一个最亲密的人心里是一个会作假的人。我好怕你。我也好怕你。好无力。我希望你真的尊重我，并且感恩我。我们应该早就离婚了。梁松，你完蛋了！我不能再跟你一起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的，让他就这样过去。我感觉你好像没那么需要我了。他是不是有点慌了？满意了不？说白了，我还是觉得他还是不太看得起我。不下车的话，那就说白了，你就种下一颗种子。我有一个预感，他要出其不意。秋冬感冒、流感防不胜防，要为全家人做好健康攻略。像宝宝的感冒药、退烧的布洛芬、流感的特效药、止咳的川贝枇杷膏等家庭常用药，我都上美团买药。现在能领88元健康补贴，拿不准吃什么药时，还可以在线问医生，更方便更省钱。
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微博综艺新浪综艺，上微博参与在家爱人微博观察团话题讨论，分享你的观点，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。上微博搜索在家爱人话题页，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花絮。打开百度网盘，搜索在家爱人5，独家高清物料全盘掌握。